大部分人学不会一门外语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、自己不够聪明等其他类似的原因。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就放弃了。怎么挖得再深一点？是因为你非要短期内一口吃个胖子，然后发现自己不行，觉得自己外语水平还在原地踏步，所以最后就干脆不学了。这样甚至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你尝试开始学一门外语，然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放弃了。在我看来啊，优秀的外语学习者并不是学得快所以成功了，而是一直坚持到底，一直坚定不移地把外语学好。长期的坚持比短期学的很多，但是坚持不住半途而废要强太多了。那么我们大部分人意志力没有那么好，什么？反正包括我在内，我的意志力也就那样。所以在这条视频里边，我想给大家提一些建议，帮助我们克服以上的问题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何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这是你的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啊，我就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的这个频道的重点就在于个人成长、外语学习，还有提高自己的效率。所以你要是对这些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就是我非常大的支持，感谢你们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建议是一步步来，慢慢养成新的习惯。你要是跟自己说，从明天开始必须每天听6个小时的外语，学2个小时的暗记卡片，然后再来1个小时的语言交换，我说的难听点，我敢打赌你绝对坚持不了多久，你甚至都有可能开始不了了。但是你要是先列好你要养成的新习惯，比如每天听播客，然后1周练几次口语，还有就是每天刷一刷暗记卡片之类的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培养，效果会好很多。就比如说你这周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养成练习听力的习惯上，然后下周或者是下下周你再把重点放在养成练习口语的习惯上。你不要着急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短期的努力远不如长期的坚持，因为没准外语的长期积累、长期坚持还能起到像复利效应一样的作用。第二点就是想办法让你的外语学习变得有趣一些。最近我在使用 Fluenty 这个平台学习西班牙语，真的超有意思。它把语言学习融入目标语言的视频内容，比如说网飞啊、油管啊这些特别好看的视频，然后它让你边看边学，字幕里的每一个单词都能点开，立刻看到它的意思和例句，轻松掌握生词。而且呢，它的步骤很有意思，它是先看视频，再学专门的小课程，最后通过小测验加强你对你学到的东西的记忆，学完再回头看，你就会发现整段视频都懂了，成就感满满。兴趣的话可以点我简介里的链接，专属粉丝福利，14天免费体验，之后还有6折优惠呢，别错过。我估计啊，还会有一些观众说，我不想用 Fluenty， 我已经有自己的学习材料。那没关系，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学习材料是能够让你感兴趣的，能够激发你学习的动力，然后让你一直坚持下去。你也同样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学习材料作为你的输入方式，比如说你喜欢看动漫书，那你可以多看点动漫书，然后看的过程中可以记一些你比较喜欢的表达方式之类的，然后刻意的去学习。第3点，让你每天的学习任务看似没有那么可怕比如说我会跟自己说，我每天只需要听5分钟的播客，复习10分钟的暗记卡片等等。很多人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跟自己说，我今天必须听6个小时的外语，不然我就是个废物。与其给自己定这种非常离谱、非常不现实的目标，还不如想办法让你的目标变得简单一点，这样的话更容易坚持。我们想要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能按时完成每天的外语学习任务，这有利于
长期坚持。比如说，我每天会告诉自己，只要看完一页，我就算是完成了今天看中文书的目标。这样不仅会让我觉得每天拿起书本开始看书不会特别的艰难，同时每天阅读一页就会让自己觉得这个任务其实很容易完成，一点都不困难。也就是说，开始会变得简单一些，同时完成这个任务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，所以自然而然我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。而且我发现每一次打开书读完一页之后，我还是意犹未尽，还想继续看，然后根本停不下来。有的时候啊，一转眼我就已经看完了几十页。但是呢，我每天依然给自己定的任务或者是目标就是看完一页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读中文书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非要给自己定这种非常离谱的目标，反而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然后哪怕你本来可以完成啊，你有这么大的压力之后，你根本做不到，然后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然后开始自卑。总之，你不要一口吃个胖子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看完这条视频之后，能够很顺利的长期坚持学外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儿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